在中国，你是否已经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寺庙？当灵隐寺、少林寺被游客挤爆时，在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还隐藏着堪称秘境的佛教圣地。他们或许没有鼎盛的名气，却拥有令人窒息的自然奇观、匪夷所思的建筑奇迹，或是最纯粹的信仰力量。本期视频将带你探访中国最冷门的9个佛教圣地，每一个都会让你惊叹，原来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这场心灵的朝圣之旅吧。第一名的地方，攀登过程惊险到让人心跳加速，不少游客甚至会笑称这是一场生死考验。第9位，宁夏须弥山石窟。在宁夏南部的固原市，荒凉的丹霞山谷里，藏着一座震撼人心的佛教宝库——须弥山石窟。当你站在这片荒原中，第一眼看到那尊高达20.6米的大佛时，你就像穿越了时光，看到了1000年前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与沧桑。先说说这须弥山3个字的来头。在佛教里，须弥山可不是随便起的名字，它是佛教宇宙观中的世界中心，是诸天菩萨的居住地，梵文意思是妙高山。古代的工匠们千里迢迢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开凿石窟，还给它起这么个响亮的名字，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大工程。他们要在人间建一座通往西天的桥梁，那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开凿石窟呢？固原这地方自古就是个要塞，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5个省份在这里交汇。唐代时，这里可是出了长安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商队云集，佛教东传也必须经过这里。最关键的是，这里的砂岩质地刚刚好，不会因为太硬雕不动，也不会因为太软而塌下来，简直就是开凿石窟的完美材料。须弥山石窟从北魏开始凿，一直凿到唐代，现在还保存着162座洞窟，分布在连绵2公里的8座山峰上。其中最震撼的当属第5窟的大佛楼。这尊弥勒坐佛足足有20.6米高，比云冈石窟最大的坐佛都要高。站在佛脚下往上看，那佛像的一只耳朵就有2人那么高，一只眼睛就有1米多长。最厉害的是，这整尊大佛竟然是用一整块巨石雕出来的，没有一点拼接。还有一个被专家称为须弥之光的第51窟，那可是整个石窟群里最大的一个。这座北周时期的杰作，后壁上并排坐着3尊6米高的大佛，加上窟内其他的，一共7尊大佛，每一尊都雕得栩栩如生。第45、46窟更是华丽的让人眼花缭乱，窟内有40多尊比真人还大的造像。仔细看，龛座下面还雕有手拿琵琶或横笛的乐师，窟顶上更有飞天在翱翔，千姿百态，琳琅满目。说到固原这座城，那来头更不简单。这里曾是电视剧《山海情》的原型地，西海固曾经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2个地方之一。但就是这样一片曾经苦甲天下的土地，在几十年间却实现了脱贫奇迹，如今已成为马铃薯之乡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度。历史上的固原更是辉煌无比，它是《诗经》里的大原，是丝绸之路长安以西的第一座大型贸易城市。它见证过秦始皇的首次出巡，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唐太宗的万邦来贺，成吉思汗的英雄陨落。然而，这座伟大的石窟却曾几乎被世界彻底遗忘。风沙掩埋了洞窟，战乱摧毁了佛像，须弥山石窟一度沉寂在荒原深处。直到20世纪中期，考古学者重新发现并开始保护它，才逐渐死而复生，重新焕发出千年佛光。当你独自站在这片荒原佛国中，四周静的只能听到风声，那些石雕佛像静静凝视着远方，你会明白什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震撼的美往往就藏在这些最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第8位，云南石钟山石窟。在云南大理剑川县的石宝山上，藏着一个连金庸都后悔没有早点发现的地方——石钟山石窟。1988年，这位武侠大师考察完石窟后，遗憾地说，要是早年有幸登临，天龙八部所设的山川地貌将会更加丰富多彩。为什么金庸会这么说呢？因为石钟山石窟记录的正是他小说里南诏大理国的真实历史。这里有个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传统的佛教石窟，而是把古代帝王直接刻在石头上当佛来拜。走进第1号石窟，你看到的不是释迦牟尼，而是南诏第6代国王一谋寻在开会的场面。国王头戴高帽子，端坐在龙椅上，大臣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边，就像电视剧里的朝堂议事一样。这在全国的石窟里是绝无仅有的，哪有把皇帝刻在佛教圣地里的？石钟山石窟开凿于公元850年，
正是南诏国最强盛的时候。17个洞窟，139尊造像，分布在3个区域。第2号窟雕刻着南诏第5代国王格罗凤的出巡场面，威风凛冽。第9号窟刻着波斯国人，证明当时的国际贸易往来。最特别的是第8号窟阿阳白，竟然刻的是女性生殖崇拜，这在佛教石窟里简直不可思议，体现了当地白族文化的大胆包容。说到剑川和大理，这片土地的来头可不小。大理地区从公元738年到1253年，曾是南诏大理国的都城所在。这个强大王国存在了500多年，控制着整个云南以及缅甸、老挝的部分地区。剑川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自古就是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中原文化、藏族文化、东南亚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阿扎利教。这里还是个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古城里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手写对联，清代就有500多人考取功名，木雕技艺更是全国闻名。然而，为什么古人要在这蛮荒之地耗费心力刻下自己的形象？这些时刻背后隐藏着一个古代王国怎样的焦虑与渴望呢？也许正是对永恒的渴求，让南诏的君王们选择在坚硬的岩石上留下自己的身影，希望后人能记住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如今，当我们站在这些千年石刻前，确实能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触动。历史原来可以这样生动地保存下来。第7位，四川广元千佛崖。当你坐着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呼啸而过时，车窗外突然出现一面密密麻麻布满佛像的峭壁，7000多尊佛像层层叠叠，就像一个巨大的蜂巢，你会有怎样的心情？这就是四川广元的千佛崖，也许也是全世界唯一能让高铁乘客近距离观赏的千年石窟群。千佛崖位于嘉陵江东岸，西城高铁正好从对岸经过，每天有上百趟列车在这里通过，乘客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拍照。这种古代艺术与现代交通的完美邂逅，在全球都极其罕见。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开车走国道，也能在公路上远眺这一奇景。一边是奔流不息的嘉陵江，一边是千年佛像，现代与古代在这里神奇的交汇。这里原本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千佛崖紧邻金牛道，这是古代蜀道中最重要的一条，从长安到成都全程长达500多公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说的就是这里。当年李白、杜甫都走过这条路，过往的商旅、官员、僧人都会在千佛崖停留，祈求佛祖保佑一路平安。千佛崖是凿于北魏，现存388米长、45米高的崖壁上有950余个窟龛。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唐朝，这与武则天有关。广元正是武则天的出生地，当他称帝后，下令全国修建大云寺，千佛崖也迎来了大规模的造像热潮。最大的大云古洞中的弥勒佛，据说就是以武则天为原型雕刻的。说到广元这座城市，那可是四川的北大门。它地处川陕甘3省交界，素有川北门户、蜀道咽喉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不仅是武则天的故乡，还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舞台。张飞大战马超就在附近的加盟关。现在的广元依然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西城高铁让成都到西安只需要3小时，而广元正是这条线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站。可惜的是，1935年修建川陕公路时，千佛崖被炸掉了一半。原本17000多尊造像只剩下了7000多尊，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四川规模最大的石窟群，被誉为历代石刻艺术的陈列馆。站在千佛崖下仰望这些历经千年风雨的佛像，再看看对岸川流不息的现代交通，你会深深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变迁。这也许就是千佛崖最独特的魅力所在。第6位，四川亚青寺。说起《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大家都觉得那是神话故事。可你知道吗？在四川甘孜的白玉县，真的有一个现实版的女儿国亚青寺。这里住着2万多名女性修行者，成年男性一律禁止入内，堪称中国最神秘的佛教圣地。亚青寺建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与西藏一江之隔，被昌区河环绕着，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岛。从空中俯瞰，密密麻麻的红色小木屋就像红色的海洋，壮观的让人窒息。这些小房子都是修行者们亲手搭建的，每间只有几平方米，却是他们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家。这里的女性修行者叫觉母，在藏语里是佛母的意思，地位非常崇高。2万多名觉母住在河中央的小岛上，而男性修行者扎巴只能住在岛外。更严格的是，每天晚上7点以后，成年男性连岛都不能上。
就连游客也不例外。这种男女严格分区的制度在全世界都极其罕见。亚青寺最引人关注的是觉母们的百日闭关修行。每年冬天，那些修行有成的觉母会搬进山坡上一个个只有1平方米的火柴和小屋，进行108天的闭关修炼。在这期间，他们不能说话，不能和任何人接触，每天只吃一点青稞和糌粑，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打坐诵经。你能想象吗？在那么小的空间里，一个人要待上整整108天，没有暖气，没有手机，没有任何娱乐，甚至连躺下都困难。可就是这样的苦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觉母争着参加。据说能完成百日闭关的人不到1%，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修行路上最大的荣耀。更让人敬佩的是，这些觉母们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自己搭房子、挑水、劈柴、种菜，什么都干。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的高原上，他们硬是凭着双手和信念建起了这座女性佛城。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红房子上时，觉母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功课，转经、诵经、听课、修房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亚青寺是1985年由阿丘仁波切创建的，从最初的几间小木屋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只用了不到40年。这里传承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教法，特别注重实修和内心的净化。与色达佛学院依山而建不同，亚青寺是绕水而建，被称为水上佛国。说到这里的生活，那真是简朴到了极点，没有肉食，连蛋奶都没有，觉母们每天就是青稞糌粑配酥油茶。购物只能在白天，而且只能买生活必需品，除了转经念佛，没有任何可娱乐的活动。有意思的是，这个与世隔绝的尼姑庵最近也与时俱进了，这里开通了 WiFi， 不过只在每天晚上7到8点开放1小时，让觉母们能跟家人视频通话。当然，亚青寺的规模现在已经比巅峰时期小了很多。前些年为了保护环境和加强管理，拆除了1半的建筑，现在常住的觉母大概有几千人。但即便如此，这里仍然是世界上女性修行者最集中的地方，被称为离佛最近的女儿国。站在亚青寺的山坡上，看着那一片片红色的房屋，听着远山传来的诵经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真正的信仰不需要华丽的建筑，不需要复杂的仪式，只需要一颗纯净的心和坚定的信念。这些觉母们用他们的生活诠释了什么叫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也许你永远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但当你看到这座高原尼姑庵的存在时，你一定会被深深的震撼。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竟然还有人能如此纯粹地追求精神的升华。第5位，甘肃炳灵寺石窟。说起去寺庙拜佛，大家想到的都是开车直达山门，可你听说过要坐船才能到的佛教圣地吗？在甘肃临夏有这么一座石窟，你得先坐1个小时的船，穿过黄河三峡的壮美风光，才能一睹它的真容。这就是炳灵寺石窟。炳灵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特别，其实它是藏语10万佛的音译，就像我们常说的千佛洞、万佛山一样的意思。这座石窟可了不得，比大名鼎鼎的敦煌莫高窟还要早100多年。它始建于西秦建弘元年，也就是公元420年，到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当你的游船看到悬崖上密密麻麻的小洞窟时，炳灵寺就到了。踏上码头的那一刻，你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在6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200多个石窟密集分布着。最惊人的是那尊高达27米的唐代弥勒大佛。这尊大佛依山而凿，上半身是石雕，下半身是泥塑。即使在唐代的大佛中，这个高度也能排进前几名。炳灵寺最珍贵的要数169号窟了。这个天然大溶洞里保存着中国石窟最早的纪年题记“建弘元年”4个字，为全国其他石窟的年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走进169窟，你会看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后期佛像的风格。这里的佛像还保持着浓郁的印度风情，高鼻深目，衣纹紧贴身体，就像从古印度直接穿越过来的一样。墙上的飞天壁画用色浓重，线条古朴，有种原始的力量美。炳灵寺还同时保存着各个朝代的艺术风格，从西秦的古朴到北魏的清秀，再到唐代的丰满，就像一部石头写成的中国艺术史。你在这里能看到佛教艺术如何从印度风格逐渐变成中国味道的完整过程。最让人感动的是16号窟的那尊 8.6 米长的北魏卧佛。当年修建刘家峡水库时，这尊卧佛面临被淹没的危险，
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组织人力将它切成了9块抢救出来，现在安放在专门建造的睡佛殿里。看着这尊敬我千年的佛像，你会深深感受到什么叫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的宁静。炳灵寺位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的交汇点上，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你能在壁画上看到汉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等多种文字题记。2014年，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更是见证了这座石窟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当你坐船回程，回望那些在悬崖上默默守候了1600年的佛像，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古人要把这里叫做10万佛州。正是因为这种与世隔绝，炳灵寺才得以被如此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给我们展现千年前惊艳的美。第4位，陕西香炉寺。你见过建在一块孤零零巨石上，三面悬空，只靠一座5米长的小桥连接的寺庙吗？在陕西榆林嘉县就有这么一座让人看了腿软的寺庙，香炉寺被誉为西北第一显庙。香炉寺坐落在黄河西岸的悬崖边上，最神奇的是，寺庙的观音阁竟然建在一块直径只有5米、高20多米的孤立巨石上。这块巨石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巨大的香炉，因此得名香炉寺。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这块巨石跟主峰之间隔了2米的距离，完全靠一座长5米、宽1米的木桥连接。站在这座小桥上往下看，脚下就是滔滔黄河水，汹涌澎湃。很多游客走到桥中间就不敢再往前了，因为那种悬空的感觉实在太刺激了。更要命的是，香炉石上空间极其有限，每次最多只能同时承受5个人，而且山上风特别大，游客的帽子、围巾经常被吹跑。寺庙也因此专门立了警示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香炉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古人为什么要在这么险要的地方建寺庙呢？其实这里地处古代的军事要塞，素有铁甲州之称。建在这种易守难攻的地方，既能避开战乱，又能让人在修行中感受到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境界。寺庙分为东西2部分，西边与山城相连，有圣母祠、龙王庙、配殿等明代建筑群，保存得相当完好。东边就是那块著名的香炉石了，上面建有观音阁。整个寺庙虽然不大，但每一处建筑都充满了明代的建筑风格，石刻和书法艺术价值很高。香炉寺最美的时候是黄昏，夕阳西下时，金色阳光将寺庙染成一片金黄，倒映在黄河中，形成著名的香炉晚照景观，被称为黄河小蓬莱。嘉县是东方红的故乡，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也曾经过这里。近年来，香炉寺成了网红打卡地，孤独星球把它列为陕西12大亮点之一。在香炉寺南面悬崖上，还有一块被称为飞来石的奇石，高约10米，形状像张开嘴的狮子头。站在香炉寺上，可以远眺吕梁山脉，俯瞰黄河90度大拐弯，还能看到横跨东西的黄河大桥。香炉寺虽然海拔只有20米，但那种悬空的惊险感让人过目不忘。如果你想挑战胆量，感受如灵觉空寂，那香炉寺绝对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有恐高症的话，还是在桥头远远看看就行了。第3位，山西隰县小西天。在山西有一个叫隰县的小地方，藏着一座被誉为玄素绝唱的神奇寺庙小西天。这里有着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奇迹，在不到200平方米的大殿里，竟然塞进了近2000尊彩塑佛像。别看隰县偏僻，小西天可是因为黑神话悟空火编了全网的。游戏里那句祭见未来，为何不败的名场面，取景地就在这里。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建在县城西边的凤凰山顶上。明朝崇祯年间，五台山来的东明禅师看中了这块地方，花了15年时间建起了这座寺庙。因为寺门额头写着道入西天4个字，又为了和县城南边的大西天区别开来，就叫成了小西天。小西天这个小字可不是谦虚，整座寺庙的建筑面积确实只有1100多平方米，也就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那么大。可就在这么小的地方，古代工匠们硬是建出了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等10几座殿堂。其中最厉害的地方当属这大雄宝殿。推开殿门的那一刻，你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惊呆。满眼都是金光闪闪的佛像，密密麻麻，从地板到屋顶，从墙壁到柱子，甚至连房梁上都布满了各种造像。这可不是贴上去的装饰，全都是泥塑的真家伙。殿内正中供着5尊主佛：药师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弥勒佛。有意思的是，这种组合在全国是独一份。专家说这体现了老百姓对各种极乐世界的超级加倍向往。
东方净土、西方净土、华藏世界、弥勒天宫，哪个净土都想去，索性全供上吧。更绝的是这些悬塑的制作工艺，工匠们特意把所有佛像都做成向前倾斜18度的角度，这样游客抬头看的时候，视觉效果最佳。更妙的是，因为这个倾斜角度，灰尘只能落在佛像的后背和头顶，正面永远干干净净，几百年来从来不用打扫。这些佛像大的有3米多高，小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但每一尊都雕得精细入微。你仔细看那些小沙弥，有的端着茶壶，手都缩进袖子里怕烫手，有的拿着馒头，表情憨态可掬，还有那些飞天、乐伎、弹琵琶的、吹笛子的、敲鼓的，简直就是一场古代音乐会的现场直播。小西天的悬塑用料也相当考究，颜料用的是五台山的孔雀石和太行山的朱砂，再用淡青调和，所以几百年过去了，颜色依然鲜艳如新。贴金工艺更是明清时期的皇家专用级别，整个大典金碧辉煌。如今的小西天因为黑神话悟空重新火了起来，游客量比以前翻了好几倍，景区也与时俱进，放开了拍照限制，只要不开闪光灯就行。当你走出小西天，回望这座建在凤凰山顶的小庙，很难相信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竟然藏着如此震撼的艺术宝库。也许正是因为小，它才能如此的精致。真正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从来不靠规模取胜。第二位，山西平顺金灯寺。你见过石窟里有一汪清泉，拜佛要踩着石桥在水上走的吗？在山西长治平顺县的太行山深处，就有这么一座让人拍案叫绝的古寺——金灯寺。金灯寺这个名字很有故事，传说当年寺里的主持夜里总能看到2盏金灯从天而降，照亮整个寺庙，如同白昼。于是原来的宝岩寺就改名叫了金灯寺。这座寺庙建在海拔1700多米的峭壁上，北靠陡崖，南临深谷，常年云雾缭绕。古人形容这里是僧住白云中。金灯寺最神奇的地方是它的石窟群。别看寺庙始建于公元6世纪，但现存的17个石窟主要是明代开凿的，历时60多年才完工。在中国古代，宋代以后就很少有人再热衷于开凿石窟了，可金灯寺偏偏在明朝才大规模开工，这在全国都很罕见。原来太行山这地方潮湿，泥塑木雕容易坏，影响香火，于是当时的高僧就想了个绝招，开凿石窟，雕刻石像，这样既不怕水，又不怕潮，一劳永逸。金灯寺最绝的当属水陆殿第5窟，这可是全国石窟中独一无二的奇观。整个石窟被一汪清泉环绕，窟内地面凿成池沼，池上架着田字形石桥，拜佛的人要沿着石桥顺时针绕行，就像凌波微步一样。更神的是，这泉水从石缝中涌出，1000年来从未干涸，无论旱涝都保持同样的水位。当地人说这水甘甜可口，直接就能喝。站在石桥上看着脚下清澈的泉水，头顶是庄严的佛像，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水陆殿内供奉着3世佛，两侧墙壁上刻满了79幅水陆道场图，地势天、四海龙王、文武大臣、后妃宫女，什么都有，简直就是古代版的神仙大聚会。这种把儒释道3教神仙都聚在一个石窟里的做法，在全国都找不出第2例。你既能看到释迦牟尼，也能看到道教3清天尊，还有关公等民间神奇。寺外的塔林中最高的千佛塔，据说是寺庙创始人净真法师的舍利塔。这位法师传说以虎为伴，每天拽着老虎去化缘，被称为拽虎禅师。这座悬崖古寺能把自然泉水与石窟造像巧妙结合，在全国石窟中独树一帜。也许正是因为地处太行山深处的险峻之地，金灯寺才能保留这种古朴的宗教氛围，让人感受到真正的清净修行之美。第1位，甘肃马蹄寺。你一定听说过山西的悬空寺，但在甘肃张掖的祁连山脚下，有一处更为惊险的地方可以与其媲美，那就是本期的第1名马蹄寺。这座开凿在100米悬崖峭壁上的石窟群，隐藏着1600年前北凉王朝的惊世秘密，更有着让人闻风丧胆的33天登天梯。说起张掖这座河西走廊上的明珠城市，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七彩丹霞。可你知道吗？在距离市区65公里的祁连山北麓，还藏着马蹄寺这样的千年瑰宝。它就建在典型的丹霞地貌中，红色砂岩构成的山体布满天然石窝。古代工匠们巧妙利用这种地形，硬是在山体内部凿出了如此宏大的石窟群。马蹄寺这个名字也很有来头，
相传格萨尔王的天马下凡时，伊提子踩在了这里的岩石上，留下了深深的蹄印，寺院因此得名。这的整个景区可不小，包括北寺、南寺、千佛洞、金塔寺等多处石窟群，绵延近30公里，简直就是河西走廊上的石窟艺术博物馆。要说马蹄寺的精华，那非33天石窟莫属了。国人脑洞真大，仿照佛经中须弥山顶33天的说法，在100米高的悬崖上硬是开凿了7层21个石窟。最厉害的是，这些石窟之间的通道全都在山体内部，呈之字形一路向上。这种设计在全国石窟中那是独一份。攀登33天石窟的体验，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你得猫着腰在又窄又黑的山洞里一点点往上爬，有些地方窄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难怪有游客说，基本上胖子是上不去的，就连背个像鸡包的游客，往往爬到第3层就缴械投降了。除了33天石窟，千佛洞也很特别，500多个佛龛密密麻麻布满悬崖。而金塔寺的历史更是了得，比大名鼎鼎的敦煌莫高窟还要早300年。这里的立体飞天雕塑更是绝活，飞天的衣袂和飘带竟然脱离了石壁，在空中飘舞，那手艺真叫一个精湛。马蹄寺与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并称河西3大石窟艺术宝库，但它的魅力可远不止艺术价值这么简单。这里海拔2500米，夏天平均气温只有18度，是个绝佳的避暑胜地。祁连山的皑雪峰，丹霞的火红岩壁，高原的绿色草甸，再加上古老的石窟建筑，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立体画卷。别忘了，张掖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口，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马蹄寺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完美见证。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这里和谐共存，中原文明与西域文化在这里激情碰撞。当你气喘吁吁地从33天石窟爬出来，看着脚下的万丈深渊和远处的雪山美景时，你就会明白，这可能是全中国最刺激的拜佛体验了。从宁夏荒原上的须弥山石窟，到甘肃祁连山下的马蹄寺登天梯，我们走过了中国9个相对冷门却极具特色的佛教圣地。这些地方曾经鲜为人知，如今有的因为黑神话、悟空等作品而重新走红，有的依然深藏在大山深处等待探索。无论如何，他们都保持着更纯粹的信仰氛围和独特的自然奇观。每一座隐秘的寺庙背后都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当你独自站在这些地方，听着风声和远山的回音，会突然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宁静致远。大概这就是冷门佛教圣地的魅力所在，不会被商业化包装，只有最纯粹的感动。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地方显得格外珍贵。你最想亲自去挑战哪一个圣地？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如果喜欢，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